我们今天要聊一聊家里面如果有中老年人需要注意的3件大事和3件小事。我们从3件小事先说起。第一件小事很少人听说过，翘脚。年纪越大，在做的时候呢，尽量不要让他们翘脚。翘腿呢，它可以导致骨盆的歪斜，会影响下肢的循环，这样子对骨质疏松的风险呢更高。所以呢，老年人在坐姿的时候呢，尽可能不要让他翘脚。也有科学研究过的，如果他平均一天呢翘脚的坐姿超过1个小时以上啊，这种风险就会增加的。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件小事。中老年人需要注意的第2件小事呢是饮食。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上了年纪的人呢消化能力减弱了，所以要吃清淡饮食。而清淡饮食在大多数人心目当中的定义呢，就是吃点清粥小菜。可是我跟各位说，他的肠胃的消化能力吸收能力越不好，营养对他越重要。所以中老年人饮食的质量很重要，而不是单纯的从清淡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啊。那么对中老年人来讲，比较有价值的饮食结构是什么呢？第一，尽量不要给他们吃太多的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添加糖尽量不要给他们吃。然后呢，饮食里面多一点各种颜色各种不同类型的蔬菜，然后呢给他们吃优质的蛋白质，给他们吃优质的脂肪，这个比给他们吃清淡饮食更有价值。如果说中老年人的消化能力比较低的话呢，他们就比较适合少量多餐的这种饮食方式，就可以避免了他因为消化能力下降造成的吃太多他不舒服的这种现象。这是关于饮食的部分。那么第3件小事呢，是跟运动有关。很多人害怕中老年人运动，害怕摔跤，所以呢就不让他运动。可是你越不让他运动，他越容易出现摔跤的问题。因为越不运动的人，他下肢的肌肉越不发达越退化，他平衡能力越不好，他就更容易摔跤了。所以反过来，中老年人你应该要让他保持这个规律的运动，他不需要高强度的运动，但是呢散散步啦，或者是快走啦，根据不同的这个健康条件呢，中老年人运动其实还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今天谈到的第3件小事。接下来我们谈一谈中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里面的3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就是睡眠啊。大概年龄到了60岁以后，多多少少我们都会有睡眠的问题。像我自己的睡眠问题就是睡眠时间比较短，我的睡眠时间很难超过6个小时。有一些中老年人他会有入睡困难的毛病，有一些中老年人呢夜里头会醒来，容易醒，有些中老年人呢早上早醒。首先我们大家了解几件事情跟睡眠有关的，尤其是年纪比较长的。第一，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我们身体制造褪黑素的能力下降了，而褪黑素是我们身体控制生理时钟的一个很重要的激素。所以往往如果有入睡困难的人呢，小剂量的开始补充褪黑激素呢是会有明显帮助的。褪黑素可以帮助我们比较容易入睡，可是你需要注意的技巧就是不要一下子就从大剂量开始，比较理想的是就从1毫克开始，慢慢的。当你把剂量调整到适合你的剂量的时候，你可以维持相当长时间，这不是3-5个月里面需要提高剂量的事。所以很多人问褪黑素会不会产生依赖？什么叫依赖？你对它有需要不叫做依赖，可是呢剂量越来越高叫做依赖。我自己服用褪黑素时间已经有20年了，到现在为止我现在也就不过吃3毫克的褪黑素。所以你知道在20年里面我是从1毫克2毫克到3毫克的，所以它不是一种依赖，是我们身体制造的量越来越少，我们需要补充。对于入睡困难呢，褪黑素很有帮助。另外一个对入睡很有帮助的，或者是难以入睡的人遇到的普遍问题是身体缺镁。缺镁会让你的身体的肌肉不能够放松，你细胞不能够放松。各位要了解细胞不能放松它的广泛的意义是什么。你的肌肉细胞如果不能放松的话，你整个人的身体不容易放松。你的脑细胞，你身体其他部门的细胞如果不能放松的话，你始终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那当然容易影响入睡了。所以像我自己的话，我的褪黑素是在我睡觉之前半个小时吃，我的皮米镁是在我睡觉之前2个小时喝，它对我的入睡就很有帮助。所以我每天晚上基本上没有入睡的困难，倒到枕头上躺到床上，基本上大约3分钟到5分钟我就可以很顺利的入睡了。所以入睡是我们睡眠障碍的第一个问题。老年人睡眠障碍的第2个问题是很难进入深度睡眠，很容易夜醒。那这个现象呢，往往跟身体里面缺少维生素 D 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强烈的建议大家考虑给老年人补充维生素 D3， 比较理想的是维生素 D3 跟维生素 K2 一起补充。
老年人因为由于他们消化系统不如年轻的时候了，所以他们对这些营养素的吸收啊，跟年轻的时候也不能够相比了。他真正吸收到的没有这么多，所以他需要比较高剂量的 D3 才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这个对他进入深度睡眠非常有帮助。至于老年人早醒呢，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如果说真的到了60几岁以上了，每一天睡眠的时间能够达到6个小时，其实已经相当不错了。那我们就不用去纠结他是不是醒早了。如果说他睡眠时间比这个更早的话，你可能需要考虑增加一点运动，提高一点的运动量，让他身体血液循环更好，然后早一点把晚餐给结束掉，早一点入睡。那么如果说你觉得他精神压力很大，是因为压力的关系容易早醒的话，你们是可以考虑KSM66的这种营养补充剂。KSM66 很多人认为就说它就是南非醉茄，各位，南非醉茄是南非醉茄， KSM66 是用南非醉茄的根部一种专利的方式制造出来的营养补充剂，所以 KSM66 和南非醉茄是有区别的，只是提醒大家一下。这是关于睡眠的问题。第二件大事是跟肌肉有关的。中老年人身体的肌肉量对他生活质量的影响巨大，实际上对他的寿命影响也很大。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应该是从年轻的时候就该开始注意保护我们的肌肉量。保护肌肉量最好的方法，当然一个是运动，第二个是饮食。家里面的老年人、中老年人，我们不要让他停止运动，他要做适合他的运动，安全的方式、安全的状态下让他去运动。他饮食里面需要有优质的蛋白质。我们往往忽略了蛋白质的重要性，或者是过度关注蛋白质的重要性。一般来说，像中老年人每1公斤体重每一天能够摄入0.8到1克的蛋白质就够了，不需要更多的。除非他有严重的肌肉量不足，他需要做很多的运动的话，他对蛋白质的需求才会更多的。但是呢，运动对于中老年人保护他的肌肉至关重要。第三件大事是关于骨密度了。骨密度和肌肉是两兄弟啊，骨骼肌，肌肉越发达的人骨密度越好，肌肉越少的人骨密度越不好。你们去看一看，它是成正相关的。所以从年轻的时候，你保护好你的肌肉，就是在保护好你的骨密度。可是到了中老年以后，我们的骨密度是不是仅仅补充钙就可以满足保护骨骼的这个目的呢？其实不是的，单纯补充钙是不聪明的。在你决定补充钙之前，你要确定老人家身体的镁是不是足够了，身体的 D3 是不是补充到位了，饮食里面维生素 C 够不够，如果不够的话，你要考虑营养补充剂的。他饮食里面优质的蛋白质、胶原蛋白他吃到位了没有？因为这几件事情你做到了，加上钙，它就可以改善你骨密度的健康。因为你光是补充钙，这个钙有可能去到你的软组织里面，让你的软组织钙化。如果你的运气好，这些钙跑到你的骨骼里面去形成骨密度，但是呢，如果没有维生素 C、没有胶原蛋白、没有镁的帮助的话，你形成的骨密度质量不好，没有弹性，那这样的骨密度一样是易脆易断，对老人家的健康来说没有好处。所以这3件大事是提醒大家注意的。谢谢大家。